现在台美的关税都还在谈，在谈的过程当中，今天似乎吹起了风，什么风？汽车关税风？难道真的要降汽车的关税吗？你看到现代汽车，天哪，8月份起，他竟然提出一个优惠案件，我下巴都掉下来。他说买一台，你现在想30万现金的优惠，这代表什么？它代表它也嗅到这个风，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台湾真的要进入所谓的汽车的战国时代了吗？对，没有错。照我们刚才聊到晶片那个叫木马屠城，但现在汽车这个战役呢，真的是战国时代。为什么？大举入侵，因为很有可能，如果台湾未来宣布说汽车零关税之后呢，对于整个版图跟市场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所以你看，现代汽车呢，它在你宣布之前，我先采取动作。他跟你讲最新的一台呢，叫做 IONIQ 啊，它有5跟6N。那这2台车呢，真的是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跑车型，就是说换言之，它有各式各样的车型，就是这一台哎。对，然后他跟你讲说，我未来你现在来跟我买，我马上给你30万现金优惠。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其实会去试算的嘛，这30万不是随便喊出来的。他等于想说，哦，可能比如说呢，你去买这种国外等级的这种关税，如果是原本的15%或者是折半，甚至是0%的话，当中的价差可能大概就20-30万。对，所以我提前先把它打下来，跟你讲说，你现在买我也不会亏，因为现在消费市场很多人都在观望啊，想说我想要买进口车会不会未来很便宜啊？有美国车啊，所以我现在买得到车，我暂时不买。他等于说我直接把它杀下去，你不用想了，直接来跟我买。而甚至大家现在最我们讲的热门的另外一款车款是什么？就特斯拉嘛。对，因为特斯拉本来在高关税的状况之下呢，台湾人就非常的爱。那如果未来又降到0关税的话，他们就想说，哦，那可能是美国市场其中一个最大的受惠者。为什么？因为它变成是电动车以前在台湾跟特斯拉最大的差距跟门槛，除了品牌效应之外，其实主要是价格。但如果未来特斯拉的价格压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们举这样例子就好了，现在这特斯拉最入门的叫做 Model 3嘛 ，Model 3现在170万，你如果大家离扣扣的200万可能差不多要。可是未来如果折价之后呢，加上电动车货物税可以免，可能完税之后呢，只要140万，变成就是说这个打下来变成140万零关税。所以你说从170万变成140万，这不就跟现代这个30万？一样的意思，对，但是我想啊，它的车子你不要觉得说哦，韩国不一定好哦。IONIQ 像这台6N， 我看到那个我吓坏了，为什么？它是属于这种电动车跑车等级的，比如说它的马力有650匹，0到1秒100呢只要3.2秒，而且你知道电动车的那种起步跟一般的我们讲油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赛道跑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说最快18分钟可以快速充电完毕到80%，换言之哦。这台车子哦，它具有跑车的性能，但与此同时它又是电车的效应。所以如果这些打折的话，坦白讲，它在市场上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高度竞争力的。但你不要想说哦，除了 Tesla，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现代。不是这样哦，赵哥，连中国车很有可能真的假的都要大举入侵。他们不是还在卷吗？现在要杀向台湾了。我想之前我们也讲说 NG 对不对？就满街到处跑嘛，然后后来出一点事嘛。就现在另外一个更大家的叫做比亚迪，跟你讲说很有可能会进驻。为什么比亚迪有可能进驻呢？因为最近在立法院被拍到一个画面，很神秘。这个神秘的画面是由我们讲的太古汽车。哦，类似当中间人这样的角色，然后呢去协助跟呢我们讲的立法院正副院长办公室的机要来进行会面。那这会面之后呢，现场甚至还有一些我们讲的，比如说什么法律人士啊，甚至还有什么高管啊，然后做穿针引线，所以他们就怀疑说，哎，会不会是想要类似采取我们讲的 NG 那样的模式，或者说呢新形态的模式来去引进？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第一个法规需要松绑，绝对需要立法院这边去处理。再第二个，他们标的已经很清楚。比亚迪在泰国事实上呢有它的相关的我们讲的类似合资的这种分公司，而透过这种分公司呢，其实可以用洗产地的方式，变成说它叫做泰国车卖来台湾，但它的产品实际上是比亚迪，所以这个东西消息一出来，大家就为之震荡嘛。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台湾未来如果美国零关税的话，一大堆进口车呢可能会改变版图。那这时候如果中国车再进来的话呢，我们讲那个叫做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来的这2款车款了，我介绍给各位听。比如说我们像这台照啊，你远远一看，对不对？你会以为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其实叫 D9， 对，超级像阿法的。因为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介绍过小米？小米有一台车是仿什么？就仿那个保时捷的那个泰困嘛。所以你看啊，它这一台车款如果进到台湾呢，因为这一台就是在泰国我们讲的比亚迪所的这种子公司，它合资所创造出来的，它的车款就是在那边的超级工厂制造的。你这样远远看，你根本看不出来说哦，它到底是比亚迪还是说我们讲的阿法，怎么长得有够像？因为它本来就是喜欢抄人家车款的。对哦，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打入台湾市场的话，它的价格肯定也会有竞争力。所以你想想看哦，包括 D9， 包括 N8。这2款都在那边测试的，而且最近其实有很多好朋友都在问我说：“轩，我今天看到比亚迪这个消息，他说比亚迪知不知道真要来了？”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问？”他说：“因为比亚迪的电动巴士都有来啊。”
他说他在各个县市，所以其实电动巴士早就来了，因为电动巴士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民间也有人看到名车，比如说新竹就有人看到有一台包的那种我们讲铝箔纸啊，那种迷彩啦，把它包得紧紧的，就还一对发现，这也是比亚迪我们讲 Sea Lion 6。也是它的其中一个车款，还记不记得当时 NG 来的时候，事实上它市占率就增加了，我们讲非常迅速。那后来是因为我们讲的相关的打击下去之后呢，它才改变，变成说你要求一定要在地生产，因为他们过去处理方法是这样，等于说你要在地生产，对不对？它很有可能，比如说把汽车零组件运来，然后在台湾在地组装，这样也算是台湾本土生产的车子，那这当然会有疑虑嘛。所以我们相关的法规其实有说，第1年15%，第2年25%，第3年我们讲要35%。但你知道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麻烦的事情反而不是外国车商，因为你知道 NG 原本是哪里的车子吗 ？NG 原本是英国车，那它是后来被中国吃下来之后，对，然后呢来台湾这边才被封杀嘛。但我反问一件事情，你像 Volvo 也是被吉利吃下来啦。那 Volvo 被吉利吃下来之后，大家会不禁拿来挑战法规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 Volvo 既然它现在已经从我们讲瑞典国宝变成是中国的国宝？卖来台湾，那这样子 NG 为什么这一条要继续封杀呢？对不对？那你这样为什么 Volvo 可以呢？所以它会产生一列质疑。那换言之，它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讲的漏洞。腾势是什么？腾势就是我讲的，比亚迪它跟宾士合资的。但原本你会讲说它有一定宾士的股份啊，各半啊，但是后来比亚迪拉高到90%，最后呢甚至10成全吃，而且它又是设置在境外，又是在泰国的公司。那这时候他说我是泰国的啊，而且我曾经原本是跟宾士合资的啊，那我腾势也不是比亚迪啊，虽然我卖的都是比亚迪的车子啊，那你这样有没有办法？哪我有办法呢？所以很有可能你如果腾势会借由着包括 Volvo 甚至这样的漏洞，想尽办法钻进来。但赵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未来没有改变的话，台湾1年的进口车配额只有45万辆。对，那这时候他们以这种低价的我们讲商品甚至倾销的方式，如果大举入侵到台湾，恐怕真的会变战国时代，包括中国、包括美国，甚至连欧洲还有台湾本地的车款会杀得血流成河。不是，除了汽车税的事情大家非常关心之外，现在台美不要忘了，现在赖总统是有说这叫暂时性关税，大家都想问的是，日本投了5500亿，韩国3500亿，我们要投多少进去？结果，郭志辉昨天进了找这些业者来之后，他是讲实话吗？大家问说要加多少，可能是2000、3000、3500，他说没有，4000亿。而且今天周刊也有去报道哦，周刊今天报道一件事情说，他的确就2个选择，第一个，你台积电必须去买所谓 Intel49%的股份在上面，第二是什么？你必须也要投资4000亿，所以这个金额真的是4000亿吗？我觉得现在这个讯息有真真假假，当然在今天事情闹大了，所以呢，郭志辉包括经济部也出来就澄清说。哦，没有啦，那个部长只是举例啦。啊，你举例，你干嘛不？你干嘛突然讲？这是举例。哎呀，现在什么时间点没有任何数字出来，大家都非常敏感嘛。那到底是不是4000亿呢？那现在目前为止，事实上呢，经济部说法是说啊，还没有确定。那另外一个，你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好像媒体也报道说，给我们2个条件嘛，然后2个条件，第一个，要不然你就是台积电呢要跟那个就是 Intel 合资，然后呢台积电持有49%，要不然呢就是额外要再投资那个另外一个大概有4000亿美元的情况。那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本来总统啊有在官邸里面，然后就把一些企业大佬找来，就说，你们是不是有意要去美国投资？如果有意要去美国投资的话，我们政府也可以变成是，好像包裹变个大礼包，然后就送给美国政府，然后用此来变成是增加我们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嘛。那媒体的报道是说，结果被 AIT 否决了。那 AIT 的说法是说，那个台湾企业要去美国投资，可以直接窗口对美国政府啊，不需要经过台湾政府。真的假的？这今天 AIT 也出来否认了，就说没有这件事。不是，所以所有的媒体报道，每个回应都是否认。没有，我跟你讲，赵哥现在是这样，诡谲多变啊，所以呢，就一句话就讲不清啊。现在呢，事实上瞬息万变。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呢，现在我们都听起来日本好像已经从24%谈到了15%，韩国从25%谈到了15%，欧盟从28%谈到了15%，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很厉害，因为目前只有我们20%，所以我们要赶快加紧，赶快要努力促成，要努力降下来，看川普要什么条件，然后我们赶快把它吃下去嘛，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赵和。黑龙公给，比如说，我跟你讲日本很厉害他们日本本来就说他们要去美国投资的金额是4000亿美元嘛，那因为川普这么大笔一挥变成5500亿美元嘛，光是这个金额，美国政府说他们已经 promise 我们要签5500亿美元了，就日本的版本是说我们的5500亿美元是上限，是最多，不是一次要投资5500亿美元。所以，而且呢，他甚至讲
5500亿美元里面，不是说我一下子丢现金5500亿美元在你美国投资，不是，是哦，我有一部分是融资额度，我有一部分是什么？反正呢，他们的说法跟美国政府的说法没讲，完全不同，不一样，就是谈判其实就这样 ，give and take， 还有维持一个模糊的空间。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政府要去学习的，我们也有底线，就是我们台积电不能随便被卖掉。还有第二个，我们台积电是什么？是民营企业，我们的国发基金持有台积电才6%多，所以你今天你现在讲，你说什么？《纽约时报》报道，对，就说什么啊？川普开出了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台积电入股 Intel 49%，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中华民国要再投资美国4000亿元。我想问你。中华民国政府可以帮台积电去拍板决定要不要去入主 Intel 49%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台积电是民营企业，它有股东，我都是股东，我反对。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关键，什么关键呢？你要怎么样让美国知道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有点知案难情，但是又不能惹美国生气。你如果惹美国生气，他马上惩罚性关税就来了，从10%、从20%变成30%、变50%都有可能。对，那你只能讲说，那你怎么有可能？怎么可能？你又要怎样？然后你又不惹美国生气？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我跑台塑集团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跟外面讲过的。当时大家不要觉得很好笑，因为真的是个老人家智慧。在1988年还是87年左右，那时候国民党一直要台塑出来合资成立一家公司，成立那一家公司要干嘛？他们说我们去加拿大开采加拿大油田。哇塞！1980几年你要去开采加拿大油田，而且国民党这个国营党，他们党营事业徐立德出来谈的。徐立德他说负责他们的国营事业的掌柜，他就跟王永庆说啊，当属定律这行力看厉害，那你持股70%，我们国民党跟着你，我们就是持股30%就好。他说，哎呦，这么好赚，这好赚哦！啊，你袂使我带属一个人赚哦，咱爱甲迄远东嘛救来，咱爱甲这星光嘛救来，咱要甲这永丰余嘛救来，咱来组一个台湾队，听台湾哦，啊，咱大家研究。然后就等于是本来是7-3，对不对？对，台塑7，然后国民党事业3，对不对？然后他就把所有拉里拉扎全部拉进来，然后台塑集团可能就变2成，他就降低自己的风险，降低风险之后，他们就组了一个 team， 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去跟他自己台塑下面负责这个 case 的主管说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是姓黄就寇上，我跟你讲哦，这个 case 吼，那是人叫咱来投资的哦。你袂使互人无民主哦！那火咧倒吼，你若小心甲泼落吼，那个烟会这样四起。你爱互迄火吼，慢慢烧，烧到尾啊，就无啊，吼啊，这个很厉害啊！什么叫慢慢烧？好，就开始开会哦，5、6大个巨头全部都开会，然后每次开会说好，我们去加拿大那个地方考察去一次之后，然后呢再半年又开会哦，上次考察有地方没有考察清楚，再去考察。反正2年时间考察到最后，国民党就问你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案子到底要投资多少？到底要不要投资？”就他们结论是：拍谁？经过我们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案子不能投资。所以兆和，你知道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吗？要以时间换取空间，要用软钉子，要用磨的方式，把这件事情顺利的化解掉。因为我们这样一路看起来，关税现在台美关税要谈东西非常非常多。我们刚刚讲《纽约时报》直接讲非常白：一，你台积电就是入股所谓的 Intel；二，你就是再拿出4000亿美元来。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同时，你看到今天美国的国安专家川普的前幕僚叫做惠顿，他写了一篇文章，这文章写得非常非常白。他说台湾为何会失去川普？这里面讲了非常多，里面的重点就一个。我们要跟一个敌人来作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这篇文章里面，现在的执政团队，甚至外交的团队，都跟川普完全没有一些联系，甚至完全不熟悉他所有的事情。对，这篇文章现在这1-2天啊，都一直在疯传，而且哦，我们的外交部现在也出来做发言人，也出来做澄清了哦。也就是说，什么事实啊？就是说，这个惠顿呢，本身来讲，他以前曾经在川普以及小布希政府曾经担任过官员，没有错。
但是现在川普2.0，我们先讲哦，川普2.0的时候，这一号人物基本上现在没有位置。好，那现在他是在智库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他今天又有提到另外一个我们所找的公关公司。那个公关公司来讲的话，是以前从佛罗里达出来的，而且跟川普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在川普1.0的时候，他这一家公关公司 Ballard Partners， 他现在在华府其实有一个总部在那边。那我们呢，他文章当中也提到说，我们每个月提供6万美金左右给这家公关公司，能够在川普旁边讲好话。但是问题是，惠顿提到说，这家公关公司里面的成员其实跟川普现在关系也不是那么好。对，所以啊，其实这篇文章里面感觉有点在黑川普。也就是说，今天来讲的话，大家都可能会认为说，关税谈得那么不好，其实就是说20%来讲的话，一开始来讲20%不是直接到15%去，对，可能是朝中无人。那什么叫朝中无人？就是你没有真正的打到川普的团队当中去。而他是不是要去展现出来？这个作者他要展现，惠顿展现出来，就是说我其实有另有管道。你们基本上来讲，这是一个求职文，真的假的啦？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告诉你说有点酸葡萄的心态，就是说其他人公关公司办不到的，你们1个月从5月开始哦，他还点名哦5、6、7 3个月，你们1个月只给6万美元，但是呢，今天他做不到的。我们其他人是不是可以做得到？我告诉你哦，这个我以前我们在处理美国圈子的时候，常常遇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可能给这边一笔钱，但是你可能得罪那边人，因为那边没有拿到钱。那所以这个情况下，这个在华府圈来讲，公关、政治公关，它是一个合法的行业，而且它的利润也可以赚得非常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这一篇文章呢，我说对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不够积极，或者是我们只有在过往来讲，可能经营民主党比较多，而经营共和党方面来讲的话，甚至于说直接经营川普旁边的人，事实上是可能比较少一点的，或者是他的管道来讲，或者是有一些幕僚他作业，比如说他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赖清德见到这个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那一位总裁，那位总裁呢，基本上他就是黑川的，他就是在骂川普的。那你要见这一号人物，为什么你的幕僚没有做一些研究？当你赖清德见了这一号人物之后，会不会川普就误会说你赖清德怎么会一直找我对手在见面呢？所以这些讯息都一定会传回到华府，让川普心里非常不开心。所以我们意思是说，他的讲的东西是对的，是这一个部分是对的。但是从文章的背后那一大段来看起来的话，我都让我感觉到说，他是做一个政治行销，跟一个要求所谓的有投资或者是公关费的一个最佳的缩帖。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情出击。